1年多前，我们来到了瑞芳，拍摄的18个景点与美食，没想到引起了不少观众的乡愁。原来这么多的观众都是在瑞芳长大。我们自己也被这里的美食彻底征服。这一次，我们决定回来把观众推荐的遗珠之憾一一补上。最后，我们还会到瑞芳的滨海，带大家品尝一间颇具盛名的海产小吃。其实瑞芳的魅力不止在单一餐厅，光是美食广场的各种小吃就已经令人眼花缭乱，而且还有很多你可能没吃过的隐藏美食。从火车站走出来，只要3分钟就能享受多到让人吃不完的美食。对我们来说，瑞芳绝对是那种1个月至少得来1-2次的美食圣地。这一间是家家肉羹油饭。我们上次来瑞芳美食广场吃东西的时候呢，发现哇，这边真的是卧虎藏龙，超多好吃的。那我们拍完那一集之后呢，很多观众又跟我们推荐了非常多的名单。上次吃了一家厉害的肉羹，这次呢就是来自观众推荐的肉羹。不过这一间呢，听说它的油饭也是非常厉害。我们观察了一下，大家都是直接油饭肉羹点一套。先来喝一口羹汤，这个汤头喝起来很清甜，有萝卜的甜味，然后呢，里面有沙茶，却不会因为有沙茶把所有的甜味都盖掉。我觉得算是所有的香气呢，都是很平衡的，一半一半。肉羹给的非常的大块，可是刚咬下去的时候呢，它超柔软的，到后面呢，胡椒的香气才迸发出来。这边的肉羹都给的很大方、很大块，咬起来就非常爽。这间的羹汤呢是稍微有勾一点芡的，那我们上次吃的另外一间呢是完全没有勾芡的。那我觉得这间厉害的地方呢是在于它的汤底啊，萝卜味非常的浓厚。它米好 Q 弹，而且你凑近闻的时候呢，可以闻到那种粽叶香气耶，这么厉害？香，对啊。它这个油饭粒粒分明，而且我觉得它算是干爽不油腻，所以它吃起来它是更多的是咸香，跟一些油饭带起来是甜味的是不太一样的。那我知道大家就是吃油饭啊都会加甜辣酱，可是我会建议说你先吃一口原味试试看，然后之后再去加甜辣酱，不然的话你酱下去，搞不好就闻不到那个粽叶的香气。吃一下它这个原本的香气，真的很好吃。然后我们再来加酱。我跟你说，喜欢重口味的人呢，一定会超喜欢加酱。它的酱呢，其实甜跟辣的比例啊，就是一半一半，不会说哪一个偏重。但这个酱是完净的吗？不像。但我觉得呢，像我这种喜欢那种特殊香气的人啊，我也更喜欢吃没有加酱版本。大家如果看到这种用木质蒸笼去制作的油饭呢，一定要吃起来，因为通常呢香气都会特别的棒。用瓷碗就是赞。这一家是连庄美食，来喝他们家的咸冬瓜猪脚汤，这个还蛮特别的，因为我们猪脚汤呢，其实喝过蛮多的，大部分都是比如说有药炖的啦，有清炖的啦，咸冬瓜的是第一次哦。对啊，所以我就想要来试试看。刚问老板说你怎么会想到要用咸冬瓜来煮猪脚汤？他说因为以前老人家蛮喜欢用咸冬瓜来入菜，他就想说他就这样来试试看好了，这样子呢，说不定呢整个猪脚呢会弄起来会蛮清爽的。那我们刚刚喝起来真的是哇，那个汤啊是甘甜呢。他说里面呢他没有加一粒盐，完全呢都是咸冬瓜释放出来的。他说因为猪脚汤啊煮起来上面会比较油，他就想说哇，那我就试试看用咸冬瓜去去腻这样子。对。老板刚好要添加一些咸冬瓜下去，它原本它是一整块，然后就用剪刀剪，把它剪成碎小块。那这样子呢，它会比较快速的把它的味道呢释放到汤里面去。对，它颜色有点褐色这样子。你竟然没拍到我咬下来的那一瞬间，
很好吃，几乎是碰到稍微一拉就整个断掉了，好软好好吃哦，而且完全没有腥味，你也不会吃到任何油腻的味道。再一次哦，看好哦。因为你平常都叫我不要把你拍手，所以我这次都不敢拍。就这样，很轻松就咬掉了，很简单，胶质感满满呢，而且又有那个骨的那个香气可以一起吃，这样。老板娘超级推荐要加酱，它是用大蒜酱油膏，我们来试一下。再次体会它的软嫩。哎呦，我们吃过那么多猪脚，你很少有这种反应的。好好吃哦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。真的是不管吃几口都不会腻、不会怕的那一种。那至于加酱这部分呢，我觉得加不加都很好吃，因为它原本猪脚的味道就已经很棒。它这一碗汤里面给的姜丝非常的多，然后搭上那个咸冬瓜的香气啊，真的是很少可以吃到这样子，我觉得很值得一试，很值得来吃。冬天、夏天都很合适。我们一般不是在习俗上啊，就是某些时候要吃猪脚嘛，它这碗汤呢就被客人昵称叫做转运汤。那其实老板呢，他们本身有一些过去蛮坎坷的故事，大概就是经营生意不善啊，后来靠了这一碗汤呢，就是开启了不同的人生下半场。那我觉得呢，就是大家呢，如果最近觉得不是很顺利，我觉得也可以来喝一碗汤，沾一下这个转运汤的这个喜气。这一间是瑞芳林记福州胡椒饼，上次来美食广场没有吃，一堆观众推，你们怎么可以错过呢？最多人说他们吃过觉得最好吃的胡椒饼，来试一下。哦，跟大家讲吃这个一定要小心，我刚刚还没有碰到肉，我是被它肉冒上来的蒸汽烫到我跟你讲，它这个外皮啊看起来很干爽，对不对？其实吃起来很酥脆，而且不油腻。可是呢，其实吃起来有一种猪油的香气。我刚刚看他在做的时候呢，他就放一坨猪油在下面，然后最后再揉进去，难怪这么香了。我光吃那个面皮啊就很好吃了，很香的面香。对，我觉得它跟人家不太一样，就是它的面皮感觉比较干净，比较不油腻，这样子。我们再吃一下内馅。呢，它做的也不算厚，所以你整个口感搭配起来是非常好的。这是我第一次吃胡椒饼，还没有吃到肉就已经感到非常满足的，因为这个面皮呢真的是很香很好吃。我现在吃到它那个面皮啊，沾到一点点那个肉的肉汁啊，就已经觉得很香了，好吃好吃。我们吃到中间的时候，它胡椒香气一直窜出来。它这里面呢是用五花肉跟瘦肉两种肉啊去混合而成的，所以你在里面呢可以吃到整块肉，也可以吃到比较细碎肉的口感，而且它肉呢吃起来是还 QQ 嫩嫩的哦。我跟你讲，它最厉害的是它那个调料，胡椒的香气，它跟人家完全不一样。比如说我们都会说什么啊，南港啊，什么老张，是完全不一样的风味，真的来试试看。我觉得真的可以分成胡椒饼是一个派，然后这一家的胡椒饼是另外一个派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，非常喜欢，真的很厉害。哦，我刚刚在咬的时候，它整个汁都爆出来了，要小心，要小心，汤流满手。这一间是红茶伯红茶老店，我们上次来拍美食广场的时候呢，也有喝它。不过观众说呢，你们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，要喝综合的酸梅汤红茶一半一半。那我们刚刚呢也有碰到观众，他说他喜欢喝酸一点，就酸梅汤多一点，所以可以自己调比例啊，7:3啊，6:4之类的。这样喝起来真的香这样很好喝综合起来，它的红茶跟酸梅汤的优点各半。比如说，你如果全部都是酸梅汤，你可能喝起来会太过酸。那你不喜欢那么酸的话呢，就用红茶，它稍微有点红茶的香气跟甜味去综合。我觉得你少讲一点，它是桂花酸梅汤，所以它是有点桂花酸梅的那种味道。可是你就会觉得有一点桂花红茶、桂花酸梅汤的中间，非常好喝。这样喝起来很清新，很耐喝，而且它整个喝下去非常的顺口，我真的推荐综合。这一家是阿飞老店。
店点它的热油麻薯，这热油麻薯看起来就非常的特别。等一下慢慢来讲它的制成是怎么样的。对，它这个已经60几年了，也是刚刚观众讲的。没错，而且他们在地人会有一个特征，就是他会知道说那一家店什么东西好吃，但是他不会知道那一家店的店名。而且他刚刚讲了另外一个店名，我说有这个店名，我刚刚没看到。他说现在是换过名字了这样子，他现在才知道原来是叫阿北这样，他之前是别的名字。食物不等人，一定要先吃一下再说。我跟你讲，这个麻糬应该大部分人都没有吃过。你看这个好像，我们家附近可能也会有啊，什么水龟粿之类会有。跟你讲，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等一下再跟大家讲是什么原因。这个热油麻糬很好吃哎，整个吃起来呢是不会粘牙，而且特别有咬劲，特别的 Q， 而且呢你完全不会觉得它有任何油腻的地方。所以顾名思义，它其实就是用热油做，因为我们一般吃麻糬的时候都是用糖水去滚熟的。然后不然就是说，我们用成糯米熟的糯米，然后再去捣这样子。对，像客家麻糬啊，或是原住民麻糬这样子，弄熟了之后，然后才去捣啊，或者是制成的。对。我觉得它这个吃起来跟我们一般吃的那种烧麻糬啊，最大的区别是它没那么甜，因为它那个是用糖水去煮熟的，所以它外面就会特别的甜，它这个就会甜的比较刚好一点。然后它的做法我觉得很特别，我自己觉得是很像那种热泡的那种油泡那个霸丸这样子，但它也是比较低温。但他说不一样，老板说他们是生的下去，然后弄到熟。那像霸丸就是熟的霸丸，然后下去把它弄热这样。然后我还有发现一个差别，就是如果你是用热水煮的，它的表面呢就是口感会比较糊一点，比较软。可是这个的话呢，它就是整颗都是非常有咬劲。我觉得可以试试看，因为毕竟大家应该都没吃过，我觉得很有趣，值得一试。如果你点麻薯的话呢，他们有另外提供热茶，然后也有冷的茶可以选择，非常的贴心，不错不错。这边帮大家拍一下老板的秘方啊，就是这么做的。到这个时候就要关火，不然它变成酥酥的，像小汤圆一样。但是我觉得我蛮想敲碗，是有酥酥的感觉的。他说这样跟喜宴的小汤圆没有差别，他不想做这种事。老板他推荐的就是刚起锅这种热热软软的是最好吃的，但有一部分的客人喜欢，回去放到冷了之后再吃更 Q， 所以很看人。不过我觉得推荐大家都是这边吃一个，然后带一些回家再吃一个。这一家是瑞芳小酥饼，我们知道其实还有另外一间一口酥也非常的有名，最有名的就是那一间。对，然后只是这边的观众呢蛮有趣的，因为他给我们推荐名单里面呢，就比如说讲一个炸物，可是问题是我们翻开来地图，炸物就有7、8间，就不知道选哪一间。对，然后跟我们说哦，车站对面的车站附近的什么酥饼，然后车站出口的小酥饼，就有2间，然后你要推比较多评论的那一间还是这一间这样，反正我们就试试看就对，他评价也不错，试试看。那一颗是芝麻口味的，先吃吃看。刚拍摄之前我还在讲说，等一下你吃就好，我不想吃太干了。结果这颗完全不会干，而且它现在其实是冷掉的状态，还是非常好吃。因为我本来想说，我还蛮爱吃芝麻，可是常常吃到芝麻内馅的时候呢，你给我很饱很扎实，其实是一件好事，但我吃起来就会觉得偏腻。但它没有，它有做了留白，所以反而我觉得整个口感部分呢是比较舒服完美的。我跟你讲，它外面的芝麻狂撒，所以我现在整个嘴巴都是外面那种白芝麻的味道，好香哦。这一颗是咸酥饼，我的嘴巴才刚碰到饼皮而已，就已经吃到一点点咸咸的味道了。它里面那个葱香、咸香，好赞哦。那我觉得这个呢，你应该要买回家再加热下去，一定会更好吃。它的葱香一定会更加爆发。我跟你讲，它非常的咸酥，我觉得你这个不可以在什么大广场旁边吃，旁边会有一堆鸽子围在你旁边，真的一直掉，一直掉，太酥了，一直掉，一直掉。然后我觉得呢，刚咬下去的时候呢，它里面的葱啊还蛮咸的，可是我要的就是这个，因为如果不够咸呢，它吃起来就会觉得不够舒爽。我刚刚看这个老板娘应该是越南人，然后她这边写了一个天然老面，那个字写的非常的可爱，很有童趣的感觉。少了几画，可是觉得很有趣。
到瑞滨小吃。这边呢其实是比较靠近滨海公路，离开市区呢开车大概是6分钟左右的距离，其实还蛮近的。那这一间呢非常有名，我们一直想要来吃，可是却找不到机会，今天终于来了。那你看哦，这个墙上后面啊，满满的都是名人的照片，你就知道这家店呢多么厉害了。餐厅的点菜方式呢，它其实是没有菜单的，所以你必须要站在橱窗前面，看看今天有哪一些鱼货，然后问老板说，他今天有什么特别的啊，然后有什么样的料理方式啊，老板都会跟你介绍。对，那我们第一道就是看蛮多人都会点的这个红糟鳗鱼，对，来试试看啊。哇，它咬下去啊，非常 Q 弹细致。虽然说呢，它的红糟香气呢也是很凸显，香气扑鼻，但是完全没有盖掉它的那个鱼肉的香气。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它那一咬下去里面的肉感，而且它的肉感非常新鲜，不像是冷冻过的那一种。它的外皮啊，炸的也还蛮干爽的，不会整个很油腻。我觉得它最爽的就是咬下去那一大口，然后都是肉的感觉，就非常的爽。这个是香菇丸子，乍看之下呢，你会以为它就只是普通的炸香菇，但其实没有，这功夫菜。刚刚呢看到它是把香菇挖空，然后里面塞上绞肉跟猪葱，来试一下。这么惊奇！一入口整个鲜香感冲上来，因为本来香菇就是一个鲜味很浓厚的东西，然后再加上绞肉跟猪葱，哇，那整个是满满的鲜味大爆发。这道真的还蛮好吃的，它是唯一不是海鲜的东西，却放在橱窗里的，表示这是他们家的拿手好菜。他们这边有很多不一定是海鲜，可是很好吃的，听说卤肉也很好吃。我刚刚有看到有人推荐是那个糖醋肉，然后他说他的糖醋肉是他人生吃过最好吃的。我以后有机会再试试看。不止海鲜，就是其他的热炒类啊什么的，应该都不错。对对对对。这一道是炒小卷，它的整个口感呢处理还蛮好的哦，身体的部分呢保持软嫩的状态，咬下去呢还是有水分的。那头的部分呢，它就煸的比较干一点点，然后吃起来脆脆的，所以你可以一次吃到2种口感。再来呢，就是说它没有用太多的酱料去做调味，所以你可以吃到小卷原本的鲜甜味道，算是在味道上啊还有口感上都处理得很好的一道菜。这一道是飞鱼软煎蛋，我来把它切开来看看。这个蛋吃下去，每一口都在你的嘴巴里面哔哔啵啵。它里面呢还加了猪葱，而且猪葱的大小呢切的跟飞鱼卵快要差不多，所以是2种不同的啵在你的嘴巴里面交响曲。这道菜呢，主要还是提供了蛋香跟猪葱的香气在你的嘴巴里面。那飞鱼卵呢，主要就是担任口感的一个角色。非常的新奇，一咬下去每一口都啵啵啵啵啵，而且它飞鱼卵一定下超多的，因为我觉得蛋都快吃完了，嘴巴还在啵。真的，你那个嘴巴要啵成这样啊，它的飞鱼卵啊，一定要非常非常多才可以的。不知道镜头看不看得出来，这个后面都有一粒一粒的飞鱼卵。会有密集恐惧症，大家还是不要反拐，可是吃起来真的很棒。我们来总结一下。这一集呢，是因为我们上次来到瑞芳美食广场啊，拍了一集。那底下有很多观众来留言说我们什么没吃到，然后才发现说，哇，原来光一个美食广场啊，就这么多好吃的东西，而且几乎无雷。那我们今天呢来瑞芳呢，其实准备了蛮多的名单，可是很多就是到了当地的发现说，明明 Google 的上面是写说营业中，可是呢它却没有开。那在地人是讲说，其实他们很多老板们都是已经半退休状态了，所以他们高兴开就开，不高兴开就不开。那今天呢，就是其实啊，还有姐妹营养三明治、阿玉双酱面、李记鹅阿煎、牛魔王锅贴、一口酥油咖啡，还有瑞芳古早味3轮车挂包啊，没有，这个只有礼拜一开，其他的都是原本。不对，你的名单帮大家统计一下名单。今天总共呢有哪一些店本来显示营业中，然后却没有开的？
姐妹营养三明治、阿玉双酱面、李记鹅阿珍、牛魔王锅贴。我们自己其实也常碰到这样的状况，不是没做功课，而是真的去了到那边它就是没开。所以大家如果不小心碰到了，就也不要怪我们。这里这样比例很高，因为我们前面几家就4、5家、5、6家，就一半以上、一半以下，差不多一半。老板们会不会休就出去玩了？其他还有很多好吃的呢，其实是早餐场。那因为我们从淡水出来，常常会碰到塞车，那到了的话呢，就也来不及拍摄了。所以很多早餐场呢，我们都是没有办法能够吃到的。那当然呢，像滨海这一段呢，其实我们也拍了非常多家。那刚好都是瑞滨小吃这一家呢，是我们的遗珠之憾没有拍到，所以这一集呢，就刚好可以过来这边一起吃。那还有没有其他呢？是大家推荐的呢？欢迎继续留言给我们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喽，大家拜拜。